最近觉得一切好乱，脑子很吵，情绪很重，身体也有点累，甚至连以前习惯的节奏都突然不合了。你试着整理自己，但越整理越混乱。你试着告诉自己要稳住，却常常失控或麻木。你以为自己是不是退步了？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是不是吸引了不对的能量？但亲爱的，请你先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听我说，混乱不是错，是信号。它不是你做不好，而是你内在的能量正在重新排列。就像水要变成蒸汽之前，会开始翻腾。你以为你快要被淹没了，但其实你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状态。那不是失序，是重组。灵魂不会无故让你陷入混乱，除非你已经准备好前进了，准备好放掉那些旧有的信念，准备好松开那些不再契合的身份。你的心在乱，是因为真相开始浮出来了。你开始对某些事感到不舒服，是因为你内在的频率升高了。那些不对齐的东西自然会被震出你的生命场。混乱是一种排毒，是一种校准，它不是打乱你，而是帮你对齐你的灵魂。所以这个阶段，不要急着修好自己，不要急着找答案，也不要急着让一切恢复正常。你只需要让自己好好的在这里，在这个看似不稳的地方，你才有机会重建真正的稳。能量的重组会让你变得敏感，会让你过去的舒适圈变得不再安全。但那不是坏事，那是你的系统在升级，是你的灵魂在更新版本。所以你会觉得怪，会觉得身心都不对劲。但如果你不逃避，不急着压抑，你会发现混乱里有一股深深的力量在牵引你。那是你自己，更大的自己，更自由的自己，正在从内部成型。当能量重组完成，你会感觉到你变了，但不是变得更强大，而是更真实。你不再迎合，你不再拖延，你不再需要外界来定义你。你会开始用你的频率去生活，去创造，去选择。那是一种全新的开始，一种以灵魂为中心的存在方式。而现在的混乱，就是为了让这一切有空间进来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如果现在的你很乱，请不要怕，你不是崩溃，你只是正在蜕变。你可以先停下来，喝一杯水，抱抱自己，然后轻声说一句：谢谢混乱来找我，我知道你是来帮我重新对齐，这样就够了。你不需要懂所有的过程，你只需要愿意经历它。混乱只是短暂的讯号，光会在重组后慢慢显现，而你也将成为那道更稳、更深、更自由的光。你以为你已经好了，但某一瞬间，泪还是掉下来了。也许是听到一句话，也许是路上看到某个画面，也许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想哭了。你不懂，怎么这么容易被触动？
你也不太想哭，但眼泪就是停不下来。你也许会想，我是不是太脆弱？我是不是太情绪化？我是不是太不坚强了？但亲爱的，请你听我说，泪水不是错，不是失败，泪水是你灵魂的语言，是爱正在穿越你心墙的证据。那不是崩溃，那是光在找你。你的每一滴眼泪都带着能量的转化，都在洗掉你内在那些你不愿再背着的沉重。你不用一直撑住，你不用把每一个情绪都压下来，你有权利流泪，有权利感觉，因为感觉本身就是疗愈的起点。你不需要等自己很坚强才配得上被爱，你现在的样子就是光能进来的入口。每一次你愿意掉泪，就是你在说我不想再压抑了，就是你灵魂在说我愿意感受了。这不是软弱，这是勇敢，是诚实，是你回到自己身上的那一刻。光从不在你看起来完美时才靠近你，它在你哭泣的时候才真正有机会穿透你，因为那时候你是打开的，你是敞开的，你是赤裸的。而光最爱的就是那样真实的你。不要怕哭，不要怕泪会毁了你堆起来的形象，那些形象从来不是真实的你。真实的你正在穿越这些眼泪，回到内在那个柔软又强大的灵魂。你可以抱着自己哭，你可以静静躲起来哭，你可以在月光下哭，在音乐里哭，因为每一滴眼泪都是灵魂在排毒，是你和自己重逢的仪式。你会发现，泪流过后，你轻了一点，松了一点，安静了一点。那不是错觉，那是能量在调频。你正在把过去的痛变成现在的力量，你正在让光从裂缝里进来。你不需要急着修补那道裂痕，你只要温柔地看着它，然后允许它存在。因为真正的光从来不是照在完美的你身上，而是从破碎里渗进来，让你记得，你一点都不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真实的活着，哪怕有眼泪，哪怕还在痛，哪怕还没走出来，你依然是值得被爱的你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当你再一次想压住泪水的时候，请你放过自己一点，让它流，让那道光从泪水的裂缝走进你灵魂深处，照亮那个你早已遗忘，但宇宙一直记得的。你会以为自己正在崩溃，你发脾气，你掉眼泪，你什么都不想做，你什么都做不好，你不想说话，不想应对，不想再装的一切都好。你开始逃避，开始怀疑，开始想放弃。你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坏掉了？是不是这次真的撑不过去了？但亲爱的，我要你静下来听我说，你没有坏掉，你正在重生。那种崩溃的感觉，不是你垮了，是你不再愿意用以前的方式过活了。你开始受不了
那些你曾经能忍受的事，你开始不想再讨好，不想再忍耐，不想再假装。你觉得撑不下去，是因为你以前的那个我正在瓦解，而新的你还在形成中，所以你不稳，所以你痛，所以你看不清未来。这不是崩坏，是过程。一个新的你正在慢慢苏醒，但每一次重生都像是一场灵魂的地震。你原本熟悉的东西会突然失去方向，你原本相信的价值开始动摇。那是因为你正在从旧的结构里脱身，那些旧的认同、旧的关系、旧的保护模式正在一层一层剥落。剥落的过程当然会痛，但那是你在还原成真正的你。重生不是一夕之间的光芒万丈，而是一次一次的崩溃中。你没有放弃自己，是你在最软弱的时候还愿意陪自己走下去，是你在流泪的时候还对世界保有一点点信任，是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愿意说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我还在这里。那就是力量，那就是重生的声音。这世界教我们要强大，要冷静，要理性，要可以应付一切。但灵魂的语言不是这样的。灵魂要你诚实，要你真实，要你接住你自己。而接住自己，有时就是先放下那个撑起一切的你。你可以先崩溃，可以先放空，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地待着，然后感觉你的呼吸，感觉你的存在，感觉你还在这里，这样就够了。重生不是变得更坚强，而是变得更真诚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硬撑，当你愿意掉泪，当你愿意承认你需要爱，你开始真正活着，不是为了谁，不是为了达成什么，只是因为你值得。你值得一个不再挣扎的人生，你值得一个不再压抑的呼吸，你值得在爱中活出你自己。你崩溃的那一刻，其实是你灵魂在说，够了，我想要自由。所以你才会痛，因为你准备要脱茧了。而那份痛，是重生的火，在烧掉你不再需要的壳。你不是崩坏，你是进化。你不是垮了，你是回来了。回来这个更深、更柔软、更完整的你。你是不是也曾站在一片混乱里，不明白为什么一切好好的，突然全都变了？熟悉的人离开了，原有的计划崩了，连你以为很稳的自己也动摇了。那段时间，你可能常常问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现在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但亲爱的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被宇宙放进了一场神圣的安排里，一场奇迹的准备。只是奇迹从不诞生在平静之中，它总是在混乱里酝酿，在失序中诞生。因为唯有混乱，才能把我们推离熟悉的安全区，把我们从惯性里抽离，让我们放下控制。混乱看似没有逻辑，但其实背后藏着
极度精准的宇宙秩序。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随机发生，它是灵魂选定的节点，让你在某个时间点不得不停下来，不得不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你会开始放下那个总是要证明自己的你，那个总是撑住一切的你。你开始听见心里的声音，那个平常被压在日常下面的微弱却真实的声音。而当你开始听，宇宙就开始动了。它会在你最以为失去的时候，偷偷放下一个转机，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可能。你会在最看不到光的地方，感觉到一丝希望的气息。你会在一场场混乱之后，发现自己变得更真实、更自由、更有力量。那不是奇迹吗？你不再依赖外在的稳定，你开始从内在建立根基。你不再需要别人肯定你，你开始相信自己。你不再抓住什么不放，你开始愿意敞开。宇宙的奇迹从来不是外面的事变好，而是你内在的质地整个改变了。你从我怎么那么倒霉，走到了原来这一切有意义。从为什么我会这样，走到了谢谢当时的那场混乱。这样的改变才是真正的神迹。你从过去的你蜕变成了一个更贴近灵魂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混乱里，请不要急着逃走，不要急着定义这是错的。请你慢慢的待在这个过程里，哭也可以，累也可以，什么都不做也可以。你只需要信任，这场混乱不是惩罚你，而是在铺路，一条通往奇迹的路。只是它看起来不像你预期的样子，但它比你想象的还更准确。因为宇宙永远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，不只是你想要的什么，而那个你真正需要的就在这场混乱里被孕育出来。当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所谓的奇迹不是从天而降，而是从你愿意走进混乱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发生了。有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正在失去一切，生活失去节奏，信念开始动摇，关系变得脆弱，连你以为最稳的自己都开始裂缝四起。你试着抓住什么，却发现什么都抓不住。你试着冷静，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。一切仿佛都在瓦解，熟悉的安全感消失，内在像地震过后的废墟，只剩下失落与混乱。你可能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不够努力，不够正向，不够有信念？但亲爱的，不是你不够好，也不是你失败了，你只是在经历一次深层的瓦解，一次灵魂主导的清理。当一切瓦解，光才有路进来。因为你以为的稳固，其实早已不再属于你。你以为的坚强，其实是压抑自己太久的结果。灵魂知道，你已准备好，不再依靠外在，而真正开始活出自己的力量。可是新的自己不能叠在旧的模式上，你不能一边渴望自由，一边还死守着过去的习惯与框架。
所以宇宙只好帮你清除，帮你拆毁，帮你松开那一切你明明早就想放下，却又不敢动的东西。看起来像是崩溃，但其实是重整；看起来像是失去，但其实是空出空间。只有当旧的瓦解，新的才有可能出现。只有当你不再靠控制，不再靠外在认可，不再靠拼命撑住，你才会真正知道，什么才是你内在的稳。瓦解不是生命对你的惩罚，而是灵魂对你最深的祝福。它要你知道，你不需要靠扮演角色来生存，你不需要靠完美才能被爱，你不需要靠压抑来换来安全。你现在所失去的，其实都是不再需要的那一层保护色。你正在赤裸的回到自己，不是被剥夺，而是被还原。你不需要再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，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。你会痛，但你也会自由；你会哭，但你也会重生。这段过程，你会觉得没人懂你，但你要相信，宇宙一直都懂你，它只是等着你愿意放下，它才有机会靠近。因为真正的光，从来不会硬闯，它只会在你瓦解时，静静靠近，然后温柔地穿过你的裂缝，进到你最深处，让你感觉到，即使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依然是值得的。所以亲爱的，请不要怕现在的你，你正在崩的不是你，是你不再需要的结构，而真正的你正在穿过这一切走出来。等你走过这一段，你会知道，那个什么都没了的时候，其实是你真正开始成为自己的开始。一切都变得无声，不是表面的安静，而是一种连情绪都提不起的沉重。你好像突然间对什么都没感觉了，连过去那些让你哭的事，现在也让你只想静静待着。你不想说话，不想做事，连想太多的力气都没有。你会怀疑，我是不是坏掉了？是不是我已经麻木了？是不是我快撑不住了？但亲爱的，这不是终点，这是你正在整合。只是整合的时候，不会发出声音，它很安静，很缓慢，很深层，深到你以为你什么都不是了。其实你正在把散落的自己一点一滴地收回来。看似崩溃，其实是整合前的静默。你不是没方向，你只是还没站稳。你不是没感觉，你只是正在慢慢找回自己的感觉。就像大地经历暴雨后，不会立刻长出花，它会先沉静，先休息，先让自己回到原点。你也一样，你不是不动，你是在等内在的节奏对齐，在等你的心慢慢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有时候，真正的重建是在静默里进行的，不是你没在进步，而是你终于停止了那些为了别人期待的努力。你开始放弃证明自己，你开始不再压抑想哭的情绪，你开始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做，
那不是堕落，是恢复，是重启。灵魂的整合总是安静的，它不是外显的成就，而是你在安静中一层一层的放下不再属于你的东西，也许是旧的责任，也许是过度的坚强，也许是那个一直撑住的笑容。你在松开，你在清理，你在慢慢的回来。你会觉得空，觉得不知道自己还是谁，但请不要急着填满那个空，因为这就是你真正开始遇见自己的时候。崩溃只是表象，你内在正在酝酿一种新的稳定，一种不再需要伪装的稳，一种来自你核心的力量。你会慢慢感觉到，你可以很真实，你可以不完美，你可以脆弱，而这些都是你真正整合自己的证明。所以，当你觉得自己没力了，请不要急着打起精神，这不是要你撑下去，而是要你安静的躺下来，不是放弃，是臣服，是一种深深的信任自己还会再亮起来的勇气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陪着自己，像陪一个刚经历风暴的孩子，慢慢复原。你会发现，某天醒来时，你开始有力气呼吸了，你开始想吃点东西，你开始想看见阳光，不是因为你变好了，而是你重新回到你自己了。那是一种不吵不闹的清醒，一种你说不出来的平静。你知道你走过来了，你知道你再也不是以前的你。这就是整合的奇迹。你以为自己崩了，其实是你灵魂在沉潜。你以为你失去了方向，其实你已经转向了更真实的路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怕现在的无声，静默是最深的转化。你不需要马上起身奔跑，你只需要在这个静静的片刻里，对自己说一声：谢谢你还在这里。这句话就是你重建自己的开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